看到了吗？5000块钱买的二手车，买的时候啊，以为自己赚大发了，结果这台车有个奇怪的毛病，再一退，人家不给退了。这不，粉丝没办法，通过后台私信呢找到了我，让我带着工具过来，今天帮他看一看。咱今天就看看啊，这车到底啥毛病？走，先上车打火试一下啊。哎，你们听见了吧？打不着火，我再试一次。还是打不着，你知道什么原因吗？走，去前面看看啊。其实啊，粉丝前前后后呢，已经花了3000多块钱了，给他换过火花塞，洗过节气门，洗过油路，换过油泵，问题呢还是没能解决。到最后啊，打电话给 4S 店报修，4S 店说让他把这台车子拖到 4S 店仔细检查，这又不知道要花多少钱呢。最后啊，实在没办法，给我发私信说：“姐姐呀，像这种疑难杂症，你能不能解决？”我说我专喜欢搞疑难杂症。他说你要搞不定怎么办？我说我要搞不定的话，这台车多少钱买的？我给你买下来。其实啊，车子打不着火呢，就3个原因：油路、气路跟电路。油路呢，他换过配件；气路呢，换过传感器；电路呢，也换过火花塞。那这样的话，我现在怀疑啊，他车上还有一个零件有问题，但这个呢是很多修理厂容易忽视的，因为它特别便宜。来，你过来看，就是它叫做凸轮轴电磁阀。咱现在把它拆出来检查一下，拆起来也特别简单啊，先拔掉这个插头，再找一把这样的工具啊，把这颗螺丝呢给它拆下来，就这样一拧。这个工具啊哪里都有卖的啊，5金店特别常见。OK， 然后再把它给取出来，这个稍微有点紧啊，使点劲。好，我知道问题原因在哪儿了。来，你过来看，看到没有？这个电磁阀上面啊，它全部都是油泥，把它头都给糊住了，怪不得车都打不着火呢。哎，那既然问题的原因找着了，解决起来不就简单了吗？先别着急换啊，免得把它用上去。找2张纸巾呢，铺在地上啊，随便拿瓶清洗剂清洗一下。我去，这么脏！这个凸轮轴电磁阀它其实就是一个电子阀门，当电磁阀通电的时候呢，里面的活塞啊会前后运动，通过控制进油量来调节气门正时和气门生成。如果油泥太多，里面的活塞形成的发卡会影响气门生成，所以有时候呢会导致车子打不着火。好，差不多了啊，咱们拿张纸巾呢给它擦干净。你看，是不是跟新的一样？把它对准这个小孔啊，往下就这么一插。OK。再把螺丝啊给它拧回去，小心点啊，别掉了。OK， 再把插头给插回去。好，但是你看啊，这个凸轮轴电磁阀呢，它有2个一模一样的。咱们现在用同样的方法，把这个也给清洗一下。先拔掉插头，你看跟新的一样。咱们呢现在给它装车，走。OK。最后插回插头 ，OK， 老铁们已经大功告成了，接下来我就上车打火，看看这个车子能不能打着。哎，如果待会儿能够顺利打着火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个小心心支持一下啊，谢谢啦。来，踩刹车，挂 P 档了，接下来就是见证时刻的奇迹，3、2、1，打火！看见没？一把着。咱们再试一次啊！3、2、1，打火！还是一把着，试试动力怎么样？听见没？动力还是很强劲的。走，去前面看看，还什么疑难杂症？这不就解决了吗？你看，发动机运转的多么平稳，稳如老狗，怎么样？是不是特别简单？哦吼！